他穷的只能让孩子吃花生消除饥饿，却拿出所有积蓄买了一只垃圾股票。妻子非但没生气，还主动担负起养孩子的重任，让他专心炒股。没想到仅仅过了1个月，他的5万本金就暴涨了100多倍，一夜之间成了半夜富翁。可他非但不急着套现赶紧卖出，反而还继续追加投资。虽然不知道会不会因此赔光，但这早已不是简单的炒股，而是韭菜散户和华尔街精英的世纪大战，甚至与马斯克息息相关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约翰，真实事件改编电影《傻钱》为你献上。凯斯只是个公司的小职员，除了炒股以外没有什么别的爱好，但是他清楚这次的梭哈并不是头脑一热，在把钱全部投入股市之后，他连4美元的啤酒都不舍得喝了。发小看他如此狼狈，劝他赶紧找个班上，别再买垃圾股了。但凯斯却说，游戏驿站可不是垃圾股，他特别喜欢这家店。好友听到是游戏驿站的股票后，直接笑喷，因为这只是一家卖2手游戏光盘的连锁商店。现在所有人都在网络上购买游戏，看电影电视剧也有流媒体，游戏驿站和其他影碟店理所应当的面临着倒闭。没错，华尔街的金融巨鳄们也是这么想的。当年曾做空过特斯拉公司的大空头梅尔文资本，已经连续6年通过做空游戏驿站的手段来赚钱，把股价从28美元一股硬生生砸到了3美元一股。商店老板也在2年之间换了6个人。现在梅尔文总裁已经办敞开香槟，提前庆祝做空胜利了。可没想到，就在他开派对时，游戏驿站股价瞬间暴涨130%，这种史无前例的猛涨，直接把梅尔文总裁吓尿了。而他绝对想不到，股价暴涨的原因，居然只是一个小网红凯斯。Yo, what up, everybody? Roaring Kitty here. 凯斯说自己非常喜欢这只股票和公司，他觉得华尔街在故意搞鬼，把游戏驿站的负面新闻宣传过度夸张，导致股价严重被低估。而且游戏驿站已经被做空了140%，意味着只要散户买的越多，空头就亏得越狠。到时候他们就算倾家荡产把股票全部回购，也无法挽回多出来的损失。空头和多头的不同之处就是，做多的散户买的越多，股价越涨，越涨则越赚，理论上能赚无限多，最多亏100%的本金。而做空则是股价涨多少他就亏多少，理论上能亏无限多。只要散户齐心协力把股价抬起，并且坚决不卖，就能搞死资本家的空头大佬，并且大赚一笔。不过华尔街向来觉得散户只是乌合之众，这一群只会看眼前利益的笨蛋，绝对不会坚定的抱团。这些普通人的钱被他们称为最好赚的傻钱。所以当梅尔文总裁看到散户入场后，又兴奋地追加了60万股的做空投资，股价下跌，而这些散户就是他要收割的韭菜。但万万没想到，散户们这次居然完全不在乎是否赚钱了，因为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。如果每个人出几百几千美元，就能让这些把他们不当人看的华尔街精英搞破产，那简直爽呆了。于是一场巨大的蝴蝶效应开始。凯斯是 Reddit 论坛的用户，在网站的华尔街赌场板块里聚集了许多喜欢高风险高回报的散户们。凯斯在那里的名字叫超值股神。凯斯还会在油管上直播，分享他大胆投资游戏驿站的原因。他发现，由于华尔街做空游戏驿站，导致现在游戏驿站的股价只有 3.85 美元，而且做空比率超过了100%，对于散户来说是个很好的投资机会。总之一句话，他就是喜欢这只股票。此时凯斯的粉丝只有412人，医院护士珍妮就是其中之一。此时他负债4万5千美元，疫情期间也不得不坚守在医疗第一线。他不懂股票投资，只是憎恨华尔街劫贫济富的行为，所以不听同事的劝阻，毅然购买了700股游戏驿站的股票。底特律的贾西亚是游戏驿站商店的售货员，他也是凯斯的粉丝。此时游戏驿站的股价已经涨到了 6.64 美元，他也想买入这只股票，无奈全部积蓄只有136美元，于是向店长提出预支工资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商店业绩惨淡，他的请求被店长拒绝后，还是用所有积蓄买了20股游戏驿站的股票。当游戏驿站的股价涨到10美元时，关注华尔街赌场和凯斯直播的网友越来越多。德州大学的学生瑞瑞负债14万多，哈蒙尼负债18万多。他们在看过凯斯的直播分享后，贷款购入了游戏驿站的股票。哈蒙尼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宣泄对于华尔街资本的愤恨。他的父亲曾在一家大商场工作，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，从底层一步步晋升到总经理的位置，本来可以安稳退休。后来华尔街资本介入，在吸干了商场的剩余价值后，宣布商场破产。父亲失业后没了退休金，晚年潦倒，所以他用自己的方式对抗华尔街。另一边，做空游戏驿站的总裁加布对于游戏驿站股价的上涨不以为意。在他的观念里，这些现实中节衣缩食的散户，越是在股市里挥金如土，那就更是傻钱。傻钱意味着他们永远都会输给华尔街精英。然而他远远低估了散户们对于华尔街资本的报复情绪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对抗华尔街的阵营中。
网络股民呼吁大家都坚持不卖，是要扳倒华尔街大鳄。当时因为疫情，2020年的圣诞节异常冷清，凯斯在家中直播回顾2020年，大家都过得很艰难。不过值得高兴的是，在散户们的共同努力下，游戏驿站的股票已经涨到了21美元，比7月份翻了5倍。此时，支持和相信凯斯的网友也越来越多，大家纷纷留言互相鼓励。护士珍妮时刻关注着凯斯的动态，这天又在罗宾汉 APP 上下单购买了的股票。罗宾汉 APP 与传统证券买卖平台不一样，它门槛低，操作简单，还免收交易手续费，甚至连银行户头都不需要，只需注册一个账号，然后搜索股票代码，点击滑屏即可完成下单。由于疫情期间大多数人无法出门，罗宾汉的用户暴增至2000多万。罗宾汉之所以免收手续费还能盈利，是因为他们与做市商合作，用户在罗宾汉上下单后，订单不会被发去传统股票交易所，而是直接发送给了做市商进行交易。由于每天有大量交易量，做市商可以轻松地匹配买家和卖家。假设有用户想卖出股票，另一名用户想要购买同样的股票，做市商就会接受这2笔订单，让双方都获得优惠价格，价格会略优于股票交易所的报价，差额部分归做市商所有，并与罗宾汉 APP 分成。就单个用户而言，差价没多少钱，但积少成多，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的订单流，让罗宾汉的2位联合创始人赚得盆满钵满，每人的身价都高达10亿美元。与罗宾汉合作的做市商有好几家，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城堡证券，而城堡证券的 CEO 与梅尔文资本的总裁加布是生意上的伙伴和生活中的朋友。在凯斯的推动和散户干翻华尔街的精神感召下，股民们集结起来，疯狂购买游戏驿站的股票，让股价持续暴涨。2021年1月22日，凯斯持有的游戏驿站股票总价值来到了1100万美元。他认为游戏驿站的股价还会上涨，因此并不打算卖掉。他在论坛上鼓励大家当钻石手。此时护士珍妮已经赚到了58000多美元，同事劝他趁早脱手，别当韭菜，但他看到凯斯赚了1100万都没有抛售，也坚持不卖。德州大学的瑞瑞和哈蒙尼因为进场早，手中的股票也升值了好几倍，但他们也选择相信凯斯坚持不卖。散户们在华尔街赌场发帖，一边痛骂资本昧着良心赚黑心钱，一边互相鼓励誓死奋战坚持到底。此时游戏驿站事件已经无关赚钱多少，而是升级到了散户对抗华尔街的阶级战争。这些华尔街的富豪们含着金汤匙长大，从来没感受过普通人努力工作却仍然一无所有的心情。当他们去高级酒店吃5味鸡牛排，抱着1万收费数十万的妓女时，女孩会问他们你怎么那么有钱，他们会说傻钱太好赚了。这篇帖子引发了所有散户的共鸣。散户们也许是小虾米，但只要有足够多的小虾米，就能玩翻大金鱼。他们期待着华尔街泰坦陨落的场景。梅尔文对冲基金的加布并不担心轧空事件的发生，因为历史上没有一次轧空成功过。他还和老婆信誓旦旦地说，游戏驿站的股价下周就会暴跌，散户们都会见好就收，其他人都会跟进，股价就会迎来崩盘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些平时抠得要死，涨5个点就卖的散户，竟然学会了贪婪。2021年1月26日，当股价飙破100美元，加布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媒体开始争相报道这一史诗级大轧空事件。仅仅2天，凯斯账户就又多了900万，到晚上收盘时已经暴涨了581%。Babe, how much did we make today? 5 million? And yesterday? 4 million? Babe, really fucking rich. How much did we lose today? A billion. And yesterday? A billion. 此时网上已经传出了梅尔文资本破产的消息，电视台也想采访总裁，问问他是否真的破产。虽然总裁极力否认，却依然拒绝了采访，因为他真的快完蛋了。短短几天时间暴亏了68亿美元，账上的资金也已经见底。但如果现在收手，连肚子里的饭和房产都得赔出去。他只好向另外2家基金公司寻求支持，2家老板也大方，直接出手30亿给他入股，因为所有富豪都觉得赚穷人的钱不可能亏本。Thank you. 在获得财政救助后，游戏驿站的股市果然出现波动，800万股民凑出来的钱还不如人家一句话要来得多。亲人都劝凯斯把所有的2000多万卖掉，网友也着急地等待凯斯更新帖子，看看他卖不卖。但凯斯坚决不卖，他想要坚持斗争到底。难得的是，妻子依然对他的决定表示着支持。凯斯的粉丝们也都跟着他坚持不卖，他们相信只要800万散户大军都坚持不卖，股价还会持续飙涨。散户们的目的很明确，阻止做空行为，打垮华尔街。就在股价突破150美元，后劲乏力之时，1月26日下午4点08分，当时的虚拟货币圈风向标马斯克出手了，轻轻发个推，游戏驿站的股价就一路飙涨到244美元。1月27日，刚开始半个小时，游戏驿站的股价更是涨到了将近350美元，并且引起了白宫的关注。此时凯斯的资产达到了4700万，
被网友誉为真正的股神，什么巴菲特、查理芒格都弱爆了。然而，就在梅尔文资本溃败、散户群情正猛之际，资本居然拔了散户的网线。Reddit 华尔街赌场被关闭，散户们因为无法相互交流乱了阵脚，一部分人选择当场抛售游戏驿站的股票。就在这时，凯斯还接到上司的电话，以他影响了公司形象为由，要求他自动辞职。与此同时，罗宾汉 CEO 接到通知，证券结算公司要求在几个小时内追加30亿美元的保证金，理由是越来越多的人以更高的价格买下游戏驿站的股票，导致罗宾汉的垫付存款数额不足。CEO 在短时间内筹措不到这么多资金，便向最大的合作客户城堡证券求助，而城堡证券同时投资了梅尔人资本来做空游戏驿站，其中的利益冲突可想而知。因此 CEO 在城堡证券的要求下，不得不更改了规则。1月28日，股市开盘后，散户们突然发现罗宾汉关闭了购买按钮，如果只能卖不能买，股价就无法上涨，只能下跌。恐慌之下，更多的散户选择抛售股票，把网线限制交易，一套无底线操作下来，游戏驿站股价从最高峰暴跌至126美元。一切发生的太快，让人措手不及。珍妮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资产从50多万变成了8000。罗宾汉因为限制股票交易被用户集体诉讼，凯斯的粉丝则来到凯斯家门前为他加油打气。就在这时，凯斯、城堡证券 CEO 肯格里芬、梅尔人资本 CEO 加布以及罗宾汉 CEO 泰涅夫先后收到了美国国会的传票。国会听证会让凯斯变得焦躁不安，国会怀疑他是协助空头卷钱的骗子，被百万股民当作神的他瞬间跌入谷底。此时一向不着调的老弟居然出来安慰醒了凯斯，老弟自己只能买得起拖鞋，却专门送给他一双崭新跑鞋，鼓励他绝对不要放弃，因为虾米对鲸鱼的战斗还没有结束。但就像《华尔街之狼》里说的一样，富豪遇到问题时可以穿着西装坐着豪车面对。梅尔文资本找来专业的律师团队，把他的发言稿一字一句的修改，避免他的优越感引起穷人不适。城堡老板更是夸张，请来好几家律师团作证，生怕说错一句话影响股价。但凯斯只有老弟和好友帮他验稿，3个人加起来也比不过人家一个律师。可真正出庭作证时，反转发生了。城堡老板被发现房间里有10几个律师，罗宾汉总裁紧张的说话都结巴，梅尔文更是慌到连自己的麦关了都没发现。全场最冷静的反而是最真诚并毫无准备的凯斯，因为只有他没做亏心事。凯斯说自己的出身普通，根本不认识什么大老板，也没有收费给别人投资建议，他对股价暴涨原因毫不知情，只是因为他发现了证券公司的一些违规操作，才猜到他们可能是在操纵做空，才在网上推荐这只股票。接着凯斯真诚地说道，股市本该让大家公平竞争，只要够聪明有运气就能赚大钱，但今非昔比，大公司有着绝对的科技、资讯和资金优势，普通人已经完全没了希望。但现在也许还有一线转机。 I like the stock. Plan on selling anytime soon. Diamond hands, baby. Attaboy. What a nerd. Thank you. 他的真诚打动了无数网友。国会听证会的第2天，游戏驿站的股价跌到了40美元。凯斯犹豫片刻，又购买了5万股。此时，他的持股翻倍至10万股。之后，游戏驿站股价在1周内大涨3倍。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，股价持续涨至283美元。游戏驿站店员用当初投入的几百美元赚到了18万，再也不用受店长的气了。2个大学生也还清了他们10几万的助学贷款，目前身价近30万美元。而护士却是坚持不卖，至今仍然负债1万多。凯斯则是在国家最高点卖出，身价3700万美元后选择隐退于江湖，直接送了老弟一辆法拉利跑车。后来，梅尔文资本专门大忌，鲁宾汉上市后收益惨淡，2位老板再也不是亿万富翁。然而，真正的巨鳄城堡证券依然毫发无损。游戏驿站压空事件之后，对冲基金开始大幅减少做空操作，华尔街再也无法忽视笨钱效应。以上是真实事件改编电影《本钱》的全部内容，影片内容十分有限。如果你喜欢追剧又没有时间，那不妨订阅点赞，接下来会有更多一口气剧集解说。我是约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